这里好多店铺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10年前离京的时候，我跟爹娘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可惜他们殒命他乡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此番回京，我们一定会救出幕后元凶，告慰你爹娘在天之灵。吁！敢问潘岳潘大人何在？我是潘岳，奉皇命接潘大人进宫。稍等。不必担心，应该是进宫述职。我先让阿泽送你回府，晚点过去找你。一切小心。嗯。走吧。小姐，芷儿，哥哥，芷儿，你可知道这些日子哥哥有多么挂念你吗？啊，我也挂念哥哥。快让哥哥看看，着实也没什么变化，不过是气色越来越好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才多久没见，就对我如此生疏？不是，这不是长大了，妹大必凶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别老把我当小孩子。芷儿说的对，你确实长大了。走。宝才，芷儿，你看。宝才，你一定是很久没有见到芷儿，才会这么兴奋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你先下去吧。先下去吧。芷儿啊，他可是宝才啊。宝才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怕他呢？我也不是特别怕。小姐，是不是上次查案子被那几条流浪狗吓到了，落下来变干啊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妹妹，这些日子在河阳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帮岳哥哥查案子嘛，也学了不少东西。他在信中确实对你大肆褒奖，而且说你帮了他很多忙，我也没有想到你能做得如此之好。哎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啊。现如今，你同潘岳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就那样。你看你还不好意思。我早就听说了，你们2个人在河阳可谓是出双入对。以潘岳的性子，肯让你待在他身边那么久，可见你们的关系非同寻常。芷儿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对他有爱慕之心，现如今你算是得偿所愿，哥哥也是深感欣慰。我们上官一家虽然没有什么一官半职，但是我这个当哥哥的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让你做天下人都羡慕的新娘。哥哥，此事不忙。我当然知道不着急，怎么样也要等他潘岳跟那个郡主把婚约之事解决了之后，我们再做决定啊。之前的答应郡主确实是权宜之计，现如今不同了，你可是他最爱慕的人，现在他一定会争取时间，尽快处理好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若是敢欺负你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肯定不会答应。若上官兰知道妹妹已香消玉殒，不知会有多么难过。我如此冒名顶替，
将来要怎么做，才能弥补对他的亏欠呢？哲儿，哲儿，你是不是一路舟车劳顿，有些累了？灵儿，快去准备些冰剑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再聊。好。是，小姐，跟我走吧。妹妹说的真好。妹妹，咱们输人不能输阵呀。这是香橼阁新出的白玉粉，涂上以后面如白玉，容光焕发。妹妹可一定要试试，保准的潘越看了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快试试吧。这味道不像是脂粉啊，这是花粉，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这种好东西怎么能只给妹妹享用呢？姐姐也用吧。哎呀，妹妹，这是姐姐特地为你准备的，不可辜负了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不是，我家里很多呢，你用。妹妹你就收下吧。哎呀，你用。哎呀，姐姐家里也很多，你真的必须得用。哎呀，你真的得用。这种小伎俩就想坑我，那你可是班门弄斧了。风雅苑什么时候变成卖菜场了？参见郡主。小心小心！参见郡主。如此清洁高雅之地，竟让你们糟蹋如斯，成何体统？他就是郡主。你就是上官芷。这张脸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正好，关于潘郎，我有事情问你，你跟我来。上官芷，我看你能得一到几时？郡主带我来此，不知想问什么。我还在等人呢，所以等潘郎。我与潘郎共谋大事，他自然什么都不会瞒我，包括你的身份。郡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杨姑娘死里逃生，乃是天赐的福气，你可要好好把握，莫要重走回头路。你可知我为何要帮潘郎？自然是心系家国安危，看不得朝中奸臣暗中作乱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我帮潘郎并不只是一心为公，驸马这个位子也是真心想让他做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就是潘郎让我来的。我知道杨姑娘曾与潘郎有婚约，但有得必有失。你既已死里逃生，改头换面当上了上官芷，婚约自是一笔勾销。你若是识大体明事理，就该让他各归各位，莫要挡了他的好前程。你说是吗？郡主所言或许有理，但我跟潘越不会分开的。士之耽兮，犹可拖延；女之耽兮，不可拖延。杨姑娘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不是自信，是信任。当初我被潘家拒之门外的时候，我没有信他；后来他来河阳找我，我也没有信他。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波折跟误会，才在一起。如今我不可能因为旁人的三言两语就将他拱手相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实在不配他的喜欢。除非他亲口跟我说要跟我分开，否则我不会放开他的。
事到如今，怕是由不得你了。我已经给了你选择，你若放手成全，自是最好；若是不放，不放如何？那就喝下这杯酒，重走一次黄泉路吧。郡主用毒酒来试我，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杨姑娘果然不同凡响。怎么样，京城的雪域酒好喝吗？方才喝那么快都没尝到味儿呢。你怎么知道这酒里没毒的？郡主身居高位，却愿意牺牲清誉，跟潘越一起抓出国之巨渡。如此心怀大义、飒爽无畏的女子，怎么可能因为儿女私情下毒谋害一个无辜之人呢？我一直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能让潘越那头倔驴魂牵梦萦、死心塌地？今日一见，原来如此，有情有义，有勇有谋。我原来只羡慕你有潘越，现在倒羡慕潘越有你了。过誉了，过誉了。方才存心试探，我向杨姑娘赔罪。希望以后与杨姑娘交个朋友。彼此彼此。郡主清风明月，能跟郡主交朋友，那是采薇的荣幸。来，驸马爷。哎呀，驸马爷啊，您真是丰神俊朗，如日月入怀呀！你们秀云楼一定要按照驸马爷的要求，把喜服做好。是，一定一定。郡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巧路过，来看看驸马示意。孙大人推荐的地方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潘浪一会有什么打算？人已接到，就在车上。全凭郡主定夺。孙大人今天辛苦了，我亲自送驸马回去，你不必再跟着了。啊，是。潘越，他为什么跟别的女子在一起啊？你昨日在上官府待得可还适应？我刚刚听郡主说你在风雅院遭人刁难，有没有受委屈啊？哎呀，我像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吗？倒是你，你跟宫里那些人周旋，皇后娘娘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我说二位，你们俩不过一日未见，至于这么难舍难分，你侬我侬吗？你之前10年未见，不是早就习惯了？跟他分开这件事，我永远都不会习惯。我真是怀疑，你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潘大人吗？哎呀，说正事，说正事。郡主，我们已经查到那伙人在京城有个神秘据点，每年他们从河阳的百花宫里输送大批的歌姬。他们搅动朝局，势力实在不容小觑，在京城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每行一步都要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我们这就去找青帝会合，商量一个万全之策。你们快些查清一切，将那幕后之人揪出来。好。这就是柳街三巷。
请随我来。二位里边请。主子，潘大人他们来了。青姑娘，他们刚刚跳的什么舞啊？如此特别。这个舞蹈叫做云间舞，是当年我与云长一同编排的，是百花宫的不传绝学。这支舞的关键在于腰腹和脚踝。 若没有长达数年的练习，是做不出那样的舞姿的。总算知道，在京城只手通天的人，为什么会跟河阳的百花宫合作了。这是我的心腹云儿，只要他们来接人，云儿就会沿途留下线索，与你们里应外合。见过潘大人。云儿姑娘，此去凶险，你可知道？ 知道，但为了亲姐姐，我愿意冒险。他们何时会到？按照惯例，他们会提前给2天的时间，等姑娘们休息好了，调整好状态，就会来人验收。如果不过关，也有拒收的可能。那我们按照计划，一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大人放心。 那我就先回上官府等消息了。好不容易见一面，还不跟我多待会儿啊？哎呀，那不是怕被别人看到，你又流言蜚语不断吗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 这是我们小时候那片桃花林。是啊，你和我的专属回忆。潘越，潘越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潘越，你出来！潘越，你又跟谁打架了？阿泽在满师姐找你呢。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混账话，你就当他们是空气，为他们生气不值得。我亲爹和亲兄弟也是别人吗？潘府不是我家，我以后不会再回去了。好吧，你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。我们啊，就在这儿等这些桃花谢了，结成桃子，吃了桃子再把桃核种下。 结更多的桃子，周而复始，始而复周，很快，这一片小桃林就变成一片大桃林。我们占山为王，谁也别想来烦我们。在第一个桃子出现之前啊，我们早被饿死了。哎，你带匕首了吗？嗯。 你说潘府不是你的家，那你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别院，把讨厌的人和讨厌的事通通关在门外。冬春来，欢乐时，朝暮间，今何夕？不知可曾入梦而去？若清风这是我们2个人的别院。 愿携思念遥遥相寄。
这个还在啊？你一直在照料这片桃林。当初你离开京城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会回到这里？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就留在这儿，等这些桃花都谢了，结成桃子，再把桃核埋下，变更多的桃树，结更多的桃子，周而复始，始而复周。我们占山为王，谁也不要来烦我们。咱们小时候的话你也记得？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。蔡薇，有你在就好。看来上官兰已经睡了。他暧昧如命，要是听到外面这些风言风语，肯定不会让此事简单过去的。是啊，我欠他一个解释，但是真话不能说，我又不想开口骗他。是啊，每次面对他，我的压力好大。怎么了？沙子。来，我帮你吹吹。好点了吗？来，有没有好点？驸马爷，来都来了，快进来坐坐。哦。芷儿，你无需多言。啊，潘越，我与你结交10余载，把你当成知己，才会把我最心爱的妹妹交付于你照顾。而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吗？你可以不接受她，你也可以不爱她，但是你为什么接受她之后，还对她始乱终弃，让她成为天下人的笑话？上官兰，我没有始乱终弃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。那是什么样子？一面做着你乘龙快婿的美梦，一面与我妹妹拉扯不清。你打算金屋藏娇一辈子，让她一辈子见不得天日是吗？哥，你误会了。我们在河阳一直都是县衙同僚的关系，相处呢也都是只乎于礼。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，我都放下心结了，真的。我现在是真心祝福他跟郡主的。芷儿，我没想到，你竟然为了他隐忍到这种地步。没。潘越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为了成全你，竟然可以放弃掉自己的幸福。你但凡有点良心，你就不该这么对他。哥，我真没隐忍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啊？那你的眼眶为什么红了？不是，我这个眼眶，我不管潘越这个小子给你灌了什么样的迷魂药，我既然是你哥哥，我就应该为你做主。潘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要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否则就算我拼尽所有，我也……下月15之前，我会与郡主退婚。此话当真？若我食言，你便可一剑杀了我。上官兰，你既视我为知己，便该知道我的为人。若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
我是不会放任局面到现在这步田地。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一切。到时候，我自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等着你的交代。我知你所想，可是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只有等事情了结，我们再来跟他负荆请罪，征求他的原谅吧。放我下来，我公还得关门，不关门睡不踏实。快放我下来。关门，睡觉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站那儿。你受伤了。走，我去给你抹药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一
你交代的事，我都做到了。里面的女子是什么人？与他无关。主人同意见你了。3日之后，在刘记当铺的门口，会有一辆马车去接你。他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人吗？与我无关，我知道的。只是我觉得他看起来并非善类，想让你小心一点。昨晚的事，你情我愿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你在做危险的事情，哪怕你恶贯满盈，全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也不在乎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喜欢你。百花宫亲弟，恭迎万妈妈。万妈妈，这都是我们百花宫千挑万选的歌舞伎，请万妈妈赏眼。走几步，我看看。举动妖娆，燕氏媚行。哼，青帝调教有方啊！谢万妈妈夸奖。肩宽1尺3寸，胯宽比肩宽少2寸，腰一握之宽。好啊，眉毛中杂生异色。不急，你这痣若长在眉间，倒还有救。痣在肩门，主刀杀。除了此女，其他姑娘我都收了。
云儿是云间舞的主舞，而且艳压群芳，她可是我千挑万选的。班妈妈还请通融一二。若是在往年，倒可以勉强过关。今年京城流行看相，咱们这儿的客人也不能免俗。3天后，我再来接人。青帝若是有接替他的，我可以再验一番。告辞。我们跟上他吧。不可。为何？前门出去四通八达，河对面有个茶楼，它的2楼可以俯瞰整条街道。贸然跟踪的话，不仅容易跟丢，而且容易被他们发现。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千算万算不如天算，我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他们会用这种理由拒收云儿。有没有其他的歌舞伎可以作为眼线？不行，此举九死一生，其他的人我都不敢相信。我来。你？你不要忘了，我小时候学过舞蹈，我中秋宴还给皇帝皇后表演过呢。常言道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你怎么能行呢？上官小姐，潘大人说的是，身上没有功夫，会被人一眼就看穿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麻烦青姑娘帮我练几天，说不定我还是能蒙混过关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之前我不是在义庄收尸吗？那些无主之尸都是由义庄安葬，师傅疯了之后，就是我一个人去，而且晚上经常会碰到盗墓贼，我既怕被他们锁，还又想保护那些坟冢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。滚呀！滚！吓死你们！我就点燃那些打湿的狗尾巴草，然后制造烟雾，最后呢，在鞋里放上铁片，我就垫着脚尖在草丛中行走，看起来就像不沾地一般。可这是表演，坐在你对面的是达官贵人，不是盗墓贼。我担心你真的这么跳会出问题的。哎呀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那背诗跟跳舞不都是体力活吗？那背诗还更费力气呢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去的，太危险了。你说过你会一直支持我的。我是说了会一直支持你的，但我也说了会保护你啊。我不可能置你于危地而不顾啊。潘越，杨采薇，失而复得的好运气，我不敢再奢求第3次。我真的怕了。你的好运气没了，那不还有我吗？你看我这20多年都经历些什么，还险些死于非命。这好运气，怎么也该轮到我了吧？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加倍小心的。再说了，不是还要你保护我吗？那肯定不会出事的，对吧？公子，公子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。不过刚刚后门走了一辆马车，只是那是我们潘府的马车。
他在哪儿？你放肆！把上官纸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。上官纸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你要的是上官纸，还是杨继安的女儿杨采薇？你怎么知道？放下你的剑，再跟你父亲说话。那日我去找你，是想与你谈婚礼的事，却看见了你和他在一起。采薇，有你在就好。你口口声声叫她采薇，还谈论着儿时过往。再回想此前种种，你从来就不喜欢上官纸，怎么会忽然和他情投意合？我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，但我猜测，杨采薇没死，还伪装成了上官纸，而且还和你一起在查杨继安的旧案。我说的对吗？当年杨继安一家被杀，你作为他的好友作壁上观，不闻不问。难道时至今日，你还要做他们的帮凶，连杨继安的女儿也不放过吗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如果是帮凶，哼，他杨采薇早死了100回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失罗院？同僚相邀，我无意投靠任何人，但也不能不识时务。我带走杨采薇，是怕你连累了潘府。我现在可以把人给你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跟郡主大婚在即，你为何要跟他在一起？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是在引火烧身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成为第2个杨继安吗？一命而已，死又何妨？你这是欺君之罪呀！我知道，所以在数月之前，我便已答应父亲，与潘家再无瓜葛。你找到他又能如何？这就是儿子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父亲费心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。但从今天开始，你与潘家就再无瓜葛。一言为定。再无瓜葛。好，怪我贪图成为皇亲国戚，竟又搅进了这趟浑水。可是我搞不明白，郡主宁愿自毁清誉，也要陪你演这么一出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，凡事只顾自己。来人，带出来。采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没事。走吧。记住，今天晚上我从未见过你们。走吧。
无论如何，这次都要多谢你爹出手相助。我知道，我很感谢他，但是我与他好像永远没有办法好好说话。笑什么？谢谢你的好运气。哎，对了，你在里面有什么发现吗？我进了石落院的隐蔽的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条支塔，上面的图案跟水波纹一模一样，拼起来是羊角的形状。所以咱们一直要查的不是水波纹，是羊角纹。羊角纹？嗯。难道他们组织是以羊为尊吗？对了，我看到有个正在祭拜的中年男子，我猜他就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主使。你有看清他的长相吗？房间太黑，没有看清。中年男子，是不是右眼有点淡黄的那个？那个是石罗院的左院主，石罗院跟那些官员私相授受，都是由他亲自出面。我看到他在接待司盐都尉，让对方给了他一个通关文牒。司盐都尉，那新政书院后山的那批司盐会不会跟他有关系？我想也是。司盐都尉的通关文牒可在境内任何一个地方通行，但是他这批司盐究竟要运到哪里去呢？主人同意见你了，3日之后，在刘记当铺门口会有一辆马车去接你。京城的菜贩可真会做生意，你买一只活鸡，他能给你剖好、洗干净。这只鸡我足足炖了1个时辰，你尝尝，好不好喝？好喝吗？嗯，好喝。那就行。他们说，想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拴住他的肚肠，所以我肯定能拴住。你笑了，这么多天我第一次看见你笑，真好。小生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呀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刚认识你的时候吧，觉着你真烦人。唯一一点好处呢，就是笑起来好看。再后来熟了以后吧，就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喜欢。他们说潘大人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我不觉得，我就觉得你好看。反正在我心里面，你比谁都强。可能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。干嘛？害羞了？害羞了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爱？小生，你来到京城以后，除了每天洗衣做饭，就没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今日无事，我陪你出去逛逛吧。你跟我，一整天？真的？那你等等我去换个衣服。这个还行，快点啊！哎，热包子。
好啊，真厉害！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，看看上好的和田玉啊！玉的同行了，过来看看啊！还真是好玉。那当然。哎，您看看，喜欢哪个？我送你吧。他们说，一个男子要是送女子东西的话，就是喜欢她。你喜欢我？哪这么多歪理？要不要？要。您看看，这个多少钱？姑娘，您可真有眼光，这可是真正的帝王种，50两。多少钱？50两。太贵了，30两卖不卖？啊，姑娘，那您放下。姑娘，这一分价钱一分货，50两，我可一点都没问您多要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哎，哎，姑娘，哎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怎么突然不要了？我是喜欢啊，但又不是冤大头，50两那么贵，为什么要买？我是生意人，生意人最懂生意人。他现在是刚出摊儿，心气儿还高着呢。你等他站一天，快收摊的时候，30两肯定就卖了。反正一会儿我们回家还要路过这儿，到时候再买呗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姻缘树吗？对啊，只要把名字写在姻缘牌上，然后挂到树梢上，虔诚祈祷，月老会保佑你们永远在一起的。啊。我们许一个吧。月老在上，我知道阿江的心并没有完全对我敞开，也知道他有很重要、很危险的事不得不做，所以别人祈求的那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我不敢奢求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希望他未来要走的路，无论风雨坎坷，我都可以陪在他身边。困于人海浮沉，谁为我留下余温，将记忆永封存。以爱的名义质问云树的残忍，与命争夺，爱的对错被火淹没，独自猜测来生为何无处闪躲，与命争夺，永无解脱，空留不甘心的躯壳，还属陪我一整天。曾与我温柔。我们挑了石罗院，那伙人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已着人安排好，先送你离开京城。潘大人，你们此行可有什么收获？我们见到了石罗院的院主左京飞，他是个40出头的男子，右眼淡黄，一瞳，你可认识此人？是他，就是他。9年前在河阳追杀云长的人，正是他。你们抓到他了吗？
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左京飞的样貌，而且也查到确实水波纹就是羊角纹。只要继续这样查下去，肯定可以救出幕后主使的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帮我的姐妹报仇。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咱们接下来怎么查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准备让阿泽去查一下石罗院的房契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怎么了？自从跳了那云间舞，感觉走久了脚踝就有点痛。啊？姐姐，没事儿。小生，潘大人，你来京城了，找到阿江没？走。那不是上官小姐吗？她旁边的人是潘越。没想到你跟阿江都来京城了。他不告而别，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什么都没有，就那么走了。他来京肯定是替父报仇，他刻意疏远，那肯定是不想牵连你。姐姐，我真的担心他有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找到他的。啊，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就待在这儿吧。我担心他回来找不到熟悉的人。反正他总会回来的，对吧？宁可做过后悔，也别错过后悔。你说的吗？今天在这儿吃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出去买点酒菜。怎么了？这个味道怎么跟那个幕后主使在祭拜时候的香料一模一样？小生，这种香料很少见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江族的胡杨香。我发现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不喜欢买玉镯子，反而喜欢用香料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江族女子进了这些货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今天饭先不吃了，你先带我去见见那个人。哦。姐姐，这位就是卖我胡杨香的那位江族掌柜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就行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找你买胡杨香的有没有一个40多岁，然后又眼淡黄的男子？没有印象了。那京城除你之外，可有其他香料铺子卖胡杨香？不会，胡杨香是我们江族人特有的香料。据我所知，整个京城只有我一家在售卖。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跟你们江族可有关系？羊角云纹。羊角云纹？是，这羊角云纹是江族刀汉部的图腾。江族人上阳，因我朝与江族连年战乱，很多刀汉部的江人会越过边境来到洛溪定居，这便是洛溪江族。后来他们融入当地开始农耕，和汉人已经没有区别了。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喜欢带着图腾，提醒自己不忘江族血统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串联起来了。我朝与江族连年开战，不少江族人迁至洛溪定居，那幕后之人想必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羊角云纹为徽记，在河阳培养自己的势力，又与江族勾连，利用河阳的码头将轻盐走私进中原，谋取巨利。他们经营了10多年，
又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开路，应该身居高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洛西级的高官，就能找到他？牵制洛西的江族人都被划为了军户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朝廷用他们打仗，却又担心其中会混入奸细，便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与洛西级的官员有升迁的机会。那看来这个幕后之人很可能私下偷偷换过籍贯。十有八九，根据云长姑娘写的告密信，这个官员应该是在10年前调任的京官，且势力庞大。如此可以推断，他的应召入伍时间应该是在景昌10年到20年之间。我让阿泽再去兵部查一下，咱们再做下一步打算。潘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点，我扶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若是被贾夫人撞见，定会为难你。我一再跟杨姑娘保证，你的伤无大碍，但她一定要见到你才放心。况且此时此刻，我想什么灵丹妙药都比不上杨姑娘。来都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赶我走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方才是很痛，但一下就不痛了。多谢郡主，药到病除。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对了，今天刺杀你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卓兰江。阿江，你先听我说。当时那一剑刺来，我已无法躲避。若他真的想杀我，以阿江的武功，我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所以我想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阿江是被逼迫的？是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。这次的刺杀行动，应该也是那人针对我们挑了失落院的报复，也是对他忠诚的试探。阿江也是想替他爹报仇，所以才与虎谋皮。对了，前几日张大人在城郊遇刺，刺客是一个持剑的青年男子，我想，那人应该就是卓兰江。他现在的处境，一定是凶险万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取得潘越性命，望主人恕罪。我记得你杀张大人的时候，他手下护卫众多，你也杀得干净利落呀，为何这次会失手啊？我与潘越在河阳交过手，他熟悉我的剑招，所以才能躲开要害。还望主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罢了，你已尽力，这次算他命不该绝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谢主人不罚之恩。你带他下去安顿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好。陈掌员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你住这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
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得等待时机，一击致命。潘公子，你就留在这儿休养吧。你在我府上受伤，本就是我们疏忽所致。这伤刚好一点就要走，这难不成是在怪罪我们？太尉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幸亏是在贵府受的伤，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只是这婚礼还有诸多的琐事，再叨扰下去，恐有诸多不便。姐夫，姐姐，就听潘郎的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呀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他。姐姐，好吧，那我先送潘郎出去。我已派人去吏部调查百官户籍，若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。你看啊，我这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这参汤是不是可以停了？我喝那么多天了，都喝吐了都。哎呀，我做的汤呢，就是没有人家太尉府做的好喝，咱们不喝了啊！啊不，好喝，得喝。好喝，得喝。啊，好喝。好喝。明天再喝。好。公子，杨姑娘。让你去兵部调查，收获如何？据兵部侍郎所说，如果要查改过户籍的官兵，那就要查景昌12年之前军中的初始名册。景昌12年？对。哦，还有，我方才在街上遇到了异族8百里加急送信，好像是边关出了变故。边关？夫人，这是今儿大婚你要的宾客名单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缺的？不必看了，全凭夫人做主就好。还有，我在想，那个要置潘公子于死地的刺客，他这次没有成功，还会不会有下次？今儿下个月就要大婚了，到时候鱼龙混杂的，万一出什么状况……哎，请夫人放心。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啊，今儿大婚的时候，我一定亲自把关，确保无虞。报！大人，西北外军哗变，江族入侵，皇上传大人即刻进宫面圣，赶紧备车。是。来吧，接着喝。今天要不把你喝趴下，我就不姓潘。不过咱们可先说好，你要是喝多了，回去被你爹责罚，你可别怪我。哼！哎，我爹眼里现在啊都是那个庶子，哪儿还顾得上我呀？啊！哎，喝。哎，潘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！孙大人，怎么不忙着去筹备我大哥的婚礼，跑到这酒楼来潇洒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都是上面交代的差事吗？哎呀，哎，潘公子好兴致啊！潘公子，说一句不怕得罪你的话呀，你的那个大哥呀，哼，实在是太难伺候了。哎，这要是跟郡主联姻的人是你啊，我何至于忙活到现在啊？我得省多少心呢？他潘越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不就是空长着一张脸吗？要不是因为他，现在当上驸马的人应该是我。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，我知道他差哪儿了啊？是。哎呀，也对，明明你才是嫡出，啊，该娶郡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。是不是潘廷为他偏心呢？暗地里使了劲，这才让这桩姻缘改弦易辙。哎，前一阵儿我可听说这驸马爷带着人满城抓刺客，还挑了一个地下青楼，威风的紧。这背后不会也有潘大人暗中相助吧？哼，我爹才顾不上他那档子破事儿。倒是这个庶子，早晚得把我们全家都给拖下水。这怎么会呢？有了驸马爷加持，潘府肯定会青云直上才是。没错。哎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。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挑那种青楼啊？为何？那个上官芷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杨采薇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离奇之事！上官芷怎么会是杨采薇？你去调查一下，上官芷在河阳都做了些什么。如果她真是杨家孤女，这一次就要让她和潘越做一对断头鸳鸯。郡主，你大伤未愈，快些坐下。好。郡主，昨日8百里假期进京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驻守西北的外军因拖欠军费哗变，江族人趁机入侵，边关告急。负责西北军务的大司马卢将军，经过几番苦战，方才击退敌军。朝廷一番彻查，发现卢将军竟是洛西江族。他还是校尉时便改了兵籍，皇上怀疑卢将军是江族细作，连夜宣我姐夫等重臣进宫，商讨应对之策。最终撤掉了卢将军大司马之职，羁押在廷尉府天牢。大司马，他可是3公之一，他竟会是江族细作？我也很是意外。卢将军的官声向来不错，若他真的是幕后之人，谋划多年，一朝举事，应该里应外合才对。为何要几番苦战击退江族呢？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对了，你们去查洛西籍的官员有什么发现？有，需要检查12年前旧兵籍，郡主可有办法找到？我姐夫就负责兵部文书，我回去找找看。好，我和采薇一会儿就会一会卢将军，我们晚些时间找个地方会合。就去风雅苑吧。好。天老人多眼杂，一会儿你就在马车里等我。好，我竟然是贾太尉。卓兰江在太尉府刺杀我，现在想来，竟是贾全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向卓兰江的藏身之处。而且，以他的官职和履历，他倒是继任者之一。以皇后对他们郡主姐妹的宠爱，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，他不能脱颖而出。那婚事提前，定是贾太尉借由贾夫人来推动。郡主去太尉府找明路，万一要是被贾太尉撞破，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快到了约定的时间了，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太尉府？你去风雅苑，我去太尉府，我们分头找他。好。没找到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谢谢姐夫。你敢走吗？
你看，多么温柔美丽的女人啊！能娶到她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姐姐也落得和你爹娘一样的下场，你就得乖乖听话。难道从一开始，你娶我姐姐，就只是一个阴谋？12年前，我亲手杀了你的爹娘，但是我却没有对你们姐妹俩赶尽杀绝。虽然你姐姐落下了腿疾，但她嫁给了我，也算是报了我不杀之恩吧。这样一桩美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你敢动我和姐姐，皇后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有千百种方法向皇后交代，只要伪装成意外，谁会怀疑我这个素来深情的丈夫呢？姐姐什么都不知情，我求你放过她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这才是聪明人。放心，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情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确保你姐姐平安无虞。什么事？杀个人。郡主来了没有？刚刚过来了，人在雅阁呢。哎，上官小姐，你还敢来找郡主啊？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。姑娘，郡主人呢？奴婢不知，已有一会儿没见郡主了，现在正要去找呢。哟，嘿，这不是潘公子吗？匆匆忙忙的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只是有些大婚的琐事，想要找郡主商量。既然他不在，潘某告辞。郡主定是在教训上官芷。得去看个热闹。
山谷之女上官芷为情谋杀长乐郡主，证据确凿。3日后，廷尉府公审判决，以儆效尤。一个山谷之女，竟敢以下犯上谋杀郡主，是啊，真是头大包天。要不是那潘公子与上官芷纠缠不清，怎么会出这等祸事啊？可不嘛，短短4个月，那潘公子可是熬死了2任夫人。说他没问题，鬼都不信。我还听说他娘也是因为他才自杀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长得再好看也是祸事。是吗？哪有这样的人？潘公子这样的神仙人物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吧，走。小姑娘长得白白的嫩的，为了一个男人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烈女，我就喜欢。算了，哎不，此案涉及到皇亲，咱们可别惹上一身骚。饿他几天，有他好果子吃。走，不是，哎呀，走。你看这女的怎么这白白嫩嫩的，这太可惜了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郡主，家驹，他用姐姐的性命逼我这样做，对不起，让你陷入这样的处境，不要怪我。郡主，告诉姐姐，旗下令因真别人。郡主！公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大公子求老爷放他进廷尉府见上官芷，老爷不答应，都跪了1天了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不可一世的大哥吗？这怎么搞得这样狼狈啊？弟弟刚才差点都没认出来呀！看见你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弟弟是打心眼里心疼啊。爹也真是，不答应也就算了，连口饭都不让你吃。弟弟这儿有热乎，来，趁热啊！哥哥，
你何必这样作践自己？你好歹吃上2口嘛！慧儿，够了！爹，一去便来无恙，只一生斩断情。案子已经交给贾太尉处理，你求我也没用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见他一面。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就是跪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答应你。那我就跪到死。墨画情愁，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总有心念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斜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总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总有心念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斜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空拥晚风入怀，两雨残，花犹在。七巧玲珑遍生满路。这孩子粉白粉白的，一看就有福气。我当然要给他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他潘越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希望潘家的列祖列宗能够保佑他。愿愿他一生平安喜乐。叶儿，叶儿，叶儿，老爷，今天夫子说少爷的文章做得很好，狠狠地赞了一番，说什么芝兰玉树，龙群凤雏。少爷一直在这等着，想让您看看。我今天去潘府送东西，潘大人的儿子长得真俊，就是一点也不像他爹。哎，嘘！我听潘府的下人说啊，这个儿子还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呢。知道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她……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众口杀身，唯死命之，至死何故？妄群珍重。我不答应你，你真的打算跪死在这儿吗？我只能如此。父子不和，天冷不睦，我明哲保身又有何惧？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也会谴责我。起来吧。
月儿。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。我来晚了。没事，还没庭审呢，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的典狱欠了我一个人情。是不是饿坏了？我带了你最爱吃的。来，尝尝。怎么了？郡主当时就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没能救她。我知道，他不会枉死的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那个人讨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相信。时辰到了。 年华，风月暂缓也罢，剑影刀光不曾怕，冷暖无常总变化。此生为你牵挂。 散入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去看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，怎会不变真假？走吧。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。 的手不放。郡主自戕，让杨家孤女背上一个杀头的罪名。主人这一石二鸟之计，真是高明啊！ 哼哼，跟我作对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主人为什么不揭露杨采薇的身份，置潘越一个知情不报，一同打入大牢呢？当年虽悄无声息地除掉了杨继安，但他的案子在朝上仍有不少旧臣心存疑虑。 骤然翻出个女儿还在世，恐怕会另生波折呀。哼，更何况潘越现在虽未入狱，但形同笼中困兽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无人无权，有何可惧？盯住潘越。 如果他敢铤而走险，
我们就正好名正言顺地把他就地处决。是你？何事啊？属下有个不情之请。今日左京非在，不便开口。哦，你说来听听。属下知道，杨家孤女与主人为敌，死有余辜。可毕竟曾经相爱一场，那日公审之时，我想去见她最后一面。你还真是挺像你爹呀，重情念旧。想去就去吧。谢主人。记忆沾血海明灯，烫一壶浊世苦酒。沿着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惊涛不休。道一曲便来无恙，痴一生斩断情忧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总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。带人犯上官职。愿待从头，总有心念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血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街角玲珑点上满目。走快点，不可虐待犯人。是，大人。今日堂审，凶多吉少，你可害怕？潘越说他有办法，我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，那就是对他的不信任。你爹当年也和你一样，这般的勇敢无畏，也许是真心的相信我们这些兄弟吧。走吧。
高公公、贾太尉、贾夫人到。潘越，今儿待你不薄，不要负了他一片心意。潘公子，既然已经答应主审，想必自有分寸，夫人不必忧心了。夫人，请。带人犯上官职。犯人来了！潘大人，这些是皇后想要知道的问题，请务必逐字逐句地询问人犯，其他多余的就不用多问，以免有以私害公之嫌。上官芷，本官奉命审理郡主被杀一案。皇后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第一，潘越与郡主大婚在即，听闻你素来痴缠潘越，你与潘越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民女确实仰慕潘越，可潘越从未给我任何承诺，一切都是民女痴心妄想。真是不知廉耻！一个巴掌拍不响了。风雅院之事，潘越知情与否？是否合谋？若从实禀报，可免你家人株连之罪。面会郡主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潘越毫不知情。你是否因情杀人？郡主究竟有何对不起你之处，让你对她有如此恨意？
没有。郡主巾帼不让须眉，我欣赏她，从未有过恨意。民女再三陈述，民女冤枉，郡主是自杀而死。还不认？就是他杀的。简儿向来要强，怎会自杀？简直是信口雌黄。上官芷，你说郡主是自杀，你可有证据？郡主胸前的伤口是右手持匕首自枪之举，角度是从上至下，伤口应该左窄右宽，只要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民女所言非虚。一派胡言！据验尸记录，郡主胸前伤口血肉模糊，是多次捅刺造成的，难道不是为了泄愤？尸体一定是被人破坏，想要掩盖自杀真相，混淆视听。大人，只要开棺验尸，辨别伤口，查明死因，就能还民女清白。还想亵渎姬儿的遗体吗？痴心妄想！夫人，死者如果生前遇刺，伤口其痕肉阔，皮缩骨漏，血阴四判；可如果是死后刺伤，那一定是血不灌阴，肉色干白。只要能够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郡主就是自杀而死。其他几刀都是郡主死后有人想要故意栽赃陷害而为之。各位大人，此案另有蹊跷。我是该不顾真相继续宣判呢，还是择日再行审理？潘公子，你为了帮上官芷脱罪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岂敢？潘某只是不想负了太尉所托。各位大人，外面有位公子，说是郡主被杀案的证人，请求通传上堂。他可证明上官芷居心叵测，素有阴谋。风雅院的证人只有司马轩一人，怎会有其他的证人？据传，让他上来。是。上官兰，你意欲何为？启禀大人，这个人根本不是上官芷，他是河阳义庄收尸人杨采薇。真正的上官芷早就已经被他害死了。灵儿。杨采薇，莫不是前几个月潘大人去河阳迎娶的杨继安之女？杨采薇，你杀死我的妹妹，利用巫术顶替成她的身份，这件事情你承不承认？我假冒不假，可事出有因，并无歹意。告诉我，你为何杀死我的妹妹，换走她的身份，潜入京城，潜入我的府邸？你到底有何打算？上官公子，我
我早知你百口莫辩，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七下令，严惩别人。不能让他死了，快传御医！流了这么多血，怕是来不及叫御医了。那就送太医署，快！来人，小心解球！动手！快走！潘越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你的话我全信。贾泉害死了芷儿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扳倒。不光是我，还有身后的死士，随时听你调遣。神血所下2份，刺伤之乱，亦或生气。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我从外面买的些药，总共有6包，你拿着给姐姐煎了喝吧。好。姐姐，你醒了。小姐，慢点。这什么地方？这里本来是选送歌妓的院子，阿泽已经调查过了，石落院的人都走了，他们应该猜不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来。
潘越呢？他没事，他受了一点伤，阿泽在给他上药，放心啊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要是伤到脏腑，跟你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只是没想到你都记得。神阙左下2分，幸亏刺在这里，只要救治及时，便没有性命之忧，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。关于你的每件事，我都记得。我们现在可是有一样的疤了。上官公子呢？他已离开京城，暂避风头了。这份情谊是我欠他的。这次我们连累太多人了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扳倒贾泉，否则他们都会受牵连。给。看你这气色，好像比之前好很多了。等把小生抓的药喝完，我怕都要胖一圈。说起来，好像一早啥都没见到小生了。他回小院了，说是怕阿江回来看不到他。哦。小生他平时嘻嘻哈哈，没心没肺的，他这个样子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哎，对了，那日我在廷尉府，好像看到卓兰江了。真的吗？但是情况紧急，没来得及跟他说上话。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找到他，这迟一分，我就怕多一份危险。是啊。小姐，大人，青姑娘来了。潘大人，你们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刚离开京城不久，就知道你们出了事情。我想必定是幕后黑手所为，所以我们半途折返，看看能帮上你们什么。我们本来打算先在这里落脚，再打听你们的消息，没想到在巷子口看到阿泽守着，才知道你们也在这里。外面到处都是追兵，往外逃，不如往里躲。我应该叫你杨姑娘吧？啊，之前隐瞒身份实属迫不得已，还请青姑娘见谅。当年云长的一封告密信，将杨大人卷了进去，连累你家破人亡，飘零多年。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也算是替云长弥补一些亏欠。多谢。有没有见过这一男一女？没有。那今日在附近有没有出现可疑之人？哦，今天早上有个姑娘，看着挺水灵的。以前啊，在这片咱没见过。她买了好多包子，我看她进了前面的柳街三巷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包子！公子，监军缩到附近了。潘大人、杨姑娘，你们从后门先走。那你们呢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快走。小心。走。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私闯民宅？奉旨捉拿逃犯。逃犯？这里就你们2人住？是啊，我与妹妹到京城卖艺，昨日刚刚下榻此处。就2个人买这么多包子做什么？昨日有几个孩童上门行乞，我见他们可怜，今日就叫妹妹多买了些吃的给他们。怎么，如今行善事还犯法吗？报，大人没有。报，大人没有。走。
走。好吧，下一个。走。闪开！闪开！你们跟我来。走。此处无人搜捕，你们躲一会儿再出去。贾全已经给禁卫下了必杀令，你们多加小心。阿娇，你既然愿意帮我们，为什么不肯相认呢？卓兰江，我知道你想替你爹报仇，但贾全这个人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刺杀未必能成功。就算你能侥幸成功，你也难以全身而退。我来京城，就没想过要活。那小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？他还在等你，你忍心抛弃他，抛弃我们这些朋友吗？那小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？他还在等你。卓兰江，大骗子！今天是我见不到你的16天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老天爷，你一定要保佑那个大骗子平平安安的，把他完完整整的还给我。潘大人、杨姑娘，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也不是，应该是走路走久了，没事儿，就脚踝有点痛。杨姑娘的脚可是之前练云间舞所致？应该是，因为从那之后，感觉好像每次走久了，脚踝都会有点痛。练云间舞就是这样，对脚踝的损伤极大。我当初练到脚踝骨头变形，慢慢的就没有感觉了。你这应该就是皮肉浮肿，休息2日就会好的。所以长时间练云间舞的人，是不是脚踝都会受损？是的，无一例外。可是那4具白骨脚踝都没有异样的。也就是说，那4具尸体里根本就没有云长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左京飞想要灭口，为何要大费周章的模仿天师杀人案？本来在河阳悄无声息死几个女子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他效仿陆哀歌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还用铜水浇筑尸体，根本不是因为害怕官府追查，而是为了瞒天过海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云长死了。放我出去！不要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要杀我！救命！放我出去！救命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与云长情同姐妹，云长心性纯良，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欺瞒我呢？青姑娘，我知道你和云长的情谊，可是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不如你搬来百花宫与我一起住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……不行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不能再连累你。阿姐，这块帕子送你，
上面的陶板是我亲手绣的，希望能保佑你无病无灾。以后我不在了，你看着它，也算是个念想。难道云长他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测。那个，今天大家都应该累了，要不先休息？走吧，姐姐。这样的真相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只要是真相，他就有知道的权利。对了，你方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说？青姑娘曾经说过，云长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，提到京城有个爱慕她的男子，而且我当时潜入石罗院的时候，万妈妈也曾经说过。你别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10年前她也是石罗院风头正盛的姑娘，因为打了头牌一巴掌，被左院主惩罚，最终落得这个下场。10年前的头牌无疑就是云长，左京妃这样为他撑腰，他跟那个左京妃关系匪浅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都说得通了。贾泉一定十分信任左京妃，所以才会把石罗院这么机密的地方交给他来打理。而云长逃到河阳，左京妃奉命去追杀。一方面，他不忍心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女子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敢背叛贾泉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李代桃僵的计划。我们得找到云长，他可是扳倒贾泉的最有力人证。谁？我。阿江。这个月15，贾泉会在太尉府歇业，来大司马。只剩7天了，兵权一旦到手，一切都将无法挽回。阿江，你可知道一个叫左京妃的人？是贾泉的亲信，就在太尉府里。怎么了？我们在找一个叫云长的歌妓，他就是当年给我爹告密信的关键人证。左京妃跟他关系匪浅，你可见过？没有。据我所知，左京妃身边并没有亲近的女子。看来他行事十分隐蔽，能把贾泉瞒得毫不知情，只怕找到他没那么容易。不怕，既然已经锁定了左京妃，只要云长还活在世上，那就一定能够找到线索。对了，你们查抄新政书院时说，陈掌院带走了一本账册。是，里面记录的是走私清盐的往来账目。陈掌院就藏在贾泉府里，账册一定在贾泉手中。那就是说，只要能够找到账册，那就有证据了。我找机会在贾泉府里一间一间搜查，肯定会有线索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之前你挨了我一剑，贾泉对我还算信任。潜伏在他身边这么久，总得有点用处吧。阿江，我已经做过决定了，此事不光是为了你们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这件事情我若是没有尽全力，我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也无颜再做你的朋友。收银一事之前，我会将账册交到你们手里。扳倒贾泉以后，带上小生，我们一起回河阳。好。今日我们以茶代酒，干了这杯。等功成之日，我们再大醉3天。一言为定。卖扫帚，来尝尝卖针线。姑娘看看，来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拿好啊！是好的，是吗？您看看，哎，行，好，给我来这个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这不错。前面就。新鲜的水果看一看啊！新鲜的水果。您的茶。左先生，您的头痛病又犯了。
他就声音给我扎进去，这边去。我跟了左静飞几天，发现他生活非常规律，除了帮贾泉办事啊，只会去一个固定的茶馆喝茶。他因为患有偏头痛，每隔几日还会去一个叫宁氏居的医馆针灸。听起来也并无特别之处。难道云长已经离开京城了？还是说石罗院一事之后，他们不敢相见？得想个办法引蛇出洞才行。我方才吃饭的时候，向青姑娘要了云长的画像，又打听到他的喜好，他喜欢这南郡的蜜饯，但这个东西呢，在京城十分罕见。不如我们找一些来，在他必经之处售卖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云长姑娘，我叫杨采薇，是已故廷尉杨继安之女。你当年揭发贾泉那封告密信，收信人就是我爹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认错人的是我。阿姐，原来你真的还活着，我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说话呀！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是想活命。主人已经知道你们在河阳下了必杀令，现在要保住你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杀了跟你一起逃出的那3个人，然后找一个身材跟你相似的女子，李代逃江，这样才能瞒过主人。不行，不行，他们……云长，你要是想活，就必须这么干，否则是瞒不过主人的。不要杀我，大人！不要杀我！不要饶命啊，大人！不要，大人饶命啊，大人！对不起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啊！所以，你看着他们惨死在你面前，袖手旁观，不管不顾。所以，你为了活命，连我都利用了，骗了我这么多年。这是你当年送给我的帕子，我一直贴身珍藏。每看到它一次，我都会为你伤心一次，我都会更痛恨自己一次。我恨自己疏忽，将你推入魔爪；我恨自己无能，未能护你周全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着为你报仇，可是没想到你原本就是那个帮凶。阿姐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依据你没有办法，就断送了3个姐妹的性命，自私绝情到这种地步，云长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云长吗？云姑娘，我知道你心中有万般无奈。当年我爹收到那封告密信，赶到望月桥，一心只想挖出朝中奸臣，却没想到中道而废，含冤而终。如今都重新来过，你可愿助我完成当年未竟之约？
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左京妃就会知道云长不见了的消息，所以这几日要格外小心。寿宴仪式开始之前，绝不能有任何差池。可是我刚才见他眉间上有游移之色，我担心。杨姑娘，你们不必担心。他既然已答应了，我定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。你是白晓生？是我。他让进风。老臣奉皇命传旨，驾权听诏。太尉贾权，道德充肃，私心清远，左右王室10数余载，仍合护国之重，筹谋论道之任，为扬我国威，将朕之仁义宣之四海。自任贾权为大司马，授虎符兵权，统领3军。接诏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传金印紫绶。挺虎符。
接府。兵符甚寿。郡主临位，谁敢无礼？杀人逃犯，竟敢持械闯府，给我拿下！王后，郡主之死另有隐情，真凶与敌国奸细有关，望皇后允我陈辩，莫让郡主死不瞑目。敌国奸细。皇后，此二人是为了脱罪，故意混淆视听。今日乃是大司马的晋封大典，切不可因为2个人的胡搅蛮缠而耽误了吉时。臣建议将二人打入大牢，押后再审。皇后娘娘，爹，皇后娘娘，晋封大典固然重要，但事关敌国的奸细，非同小可呀，娘娘。臣愿意赌上微臣的身家性命，求娘娘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。上前说话。谢娘娘。杨采薇，杀人在前，逃狱在后，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你们还有什么说辞？郡主是为了揪出朝中奸细，才不惜自毁清誉，与我假装联姻，最终才被逼自杀。而奸细正是以此设局，陷害杨采薇，阻止我们调查。这根本不是一桩情杀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不可能！我了解静儿，没有人能逼她做不愿做的事情。且不说她与你的婚约是真是假，到底什么人能逼得她自杀？奸细正是用夫人你的性命相逼，才逼得郡主不得不就范。你说的人是谁？栖霞岭阴枕边人，这是郡主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逼他自杀的人，还有当年在洛溪杀死刘将军抗力之人，就是贾夫人的枕边人太尉贾全。他的真实身份是江族奸细。奸细？这怎么可能？一派胡言！10年前，我爹收到一封告密信，指控朝中有敌国奸细。我爹因调查此事，惨遭杀害。过去10年，我在河阳隐姓埋名生活。当潘越找我完婚，敌国奸细又派人刺杀，却阴差阳错杀死了冒充我身份的上官芷。我跟潘越调查发现，敌国奸细扶植势力，在河阳走私轻盐。又联合地下青楼石罗院进行权色交易，拿到通关文牒，将私盐走私到西北，低价抛售，导致西北外军无饷可发，引发哗变，并最终栽赃陷害给卢将军。而这一切的最终受益者，就是贾全。他趁机夺取兵权，为江族进犯大开方便之门。好一副伶牙俐齿，好一个义正言辞。潘越，你不过是在郡主那儿听说了栖霞岭3个字，居然就编造出一个这么离谱的故事。我知道，
你对这个杨家孤女啊旧情难忘，为了替她脱罪，那是煞费苦心。但我就不明白了，在河阳县城，你有花县令的美名啊，为何为了一个妖女，如此的是非不分呢？皇后，此二人无凭无据，公然污蔑朝中重臣，按律当诛，礼记不可废，朝纲不可乱，请皇后下旨，立即处斩。孙大人怎知我无凭无据？莫不是真的以为证据都被你们给毁了吧？皇后，请允我传唤人证。宣。民女参见皇后。我叫云长，是石罗院的一名歌妓，也是当年给杨大人写告密信的人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贾泉。你们怎么偷跑回来了？我们捡到了那个狗官与敌国通信的纸书，而且他在河阳也有势力。我们被人发现，害怕被灭口，只能连夜逃出来找阿姐商量对策。我知道贾泉不会放过我们，就写信给杨大人，寄希望他能扳倒贾泉。可没过多久，却听到杨大人被贬官，与流放途中被杀害的消息。我才知道，此人势力之大，只手遮天。我们从此便在河阳隐居下来。可没过多久，贾泉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下落，派人追杀。我为了自保，伙同贾太尉手下左金飞，模仿河阳轰动一时的天师复活案，害死了其他3名姐妹，并伪造了自己的尸体。这才逃过一劫。民女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这就是当年那封密信。皇后娘娘，臣从未见过这个女子，也从未去过什么石罗院。他们买通了一个青楼女子，伪造一封信，就想把这么大的罪名栽在臣的身上，请皇后娘娘明察。潘越，此信关系重大，但本宫怎么知道这封信不是你们伪造的呢？信可以伪造，但纸书却不能。还要请贾太尉当堂一验。我乃国之重臣，岂能仅凭几条指控，就让你这个嫌犯查验羞辱？你将礼记朝纲置于何地啊？究竟是不是无端捏造？只要一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太尉，你是不能，还是不敢？太尉，你就将手套摘下来吧。皇后，摘吧。是。
啊！这个受伤了，这个如何评定？对啊，这不这么就是证据，不会真的吗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前日太尉随圣驾出行，小太子险些被马车冲撞，太尉为救太子，这才被马车压了手指。此举欲盖弥彰，恰好说明贾太尉心中有鬼，请皇后明断。皇后娘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潘岳定是提前知道了我受伤，所以才编造出了一封我无法自证的纸书。臣入朝为官10余载，不敢说功劳赫赫，但自问尽心尽力，从未有失。臣无法证明臣没有做过的事。如果皇后娘娘或哪位大臣仍有怀疑，臣自今日起自请降为庶民，请皇后娘娘成全。太尉救驾有功，本宫怎会因此疑心于你？快扶太尉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潘岳，若再无旁的证据，以诬告论处。禀皇后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说是有关键性证据呈上。宣。最好的朋友身边，我想是要传递什么线索给你。他肯定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收银仪式之前，我会将账册交到你们手里。搬到贾轩以后，带上小盛，我们一起回河阳。会不会和账册有关？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说的关键证据，难道就是一个死人吗？皇后娘娘，死人亦能说话，请允许我当堂验尸。简直是闻所未闻。皇后娘娘，潘岳、杨采薇二人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出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证据，现在竟然还想用一具来路不明的尸体来亵渎国之大典，简直是用心险恶。是啊，典礼验尸，于理不合呀。皇后娘娘，方才潘岳和杨采薇所述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
老臣曾与杨继安共事多年，深知他为人刚正，可是却死得不明不白。这一直是老臣的一块心病啊！如今新案未解，旧案重提，老臣恳请皇后娘娘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莫要让真正的忠臣含冤地下，有恨难平。郭老，既然刘国老都这么说了，好，本宫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府主没有义务。这个呢，叫做东南西北四方通顺，我娘教我的，说这么做了以后，出门在外能保平安，这样你以后跟人打架就平平安安，不会出事了。有什么发现？阿江身上的伤都是鞭子和殴打所致，但你看这3处，却像是利器刺伤所致，而且施力均匀。如果是他人刺伤的话，由于疼痛会躲避，不会如此规则。你的意思是，这3处刺伤是阿江自己刺的？对。可他刺伤自己，究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上面是玉堂穴，下面是剑里穴，左侧气门穴有伤，可右侧对称的气门穴却没有伤。气门穴是肝经最上的一穴，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：东方青色入通于肝，其类草木。他想告诉我们的，会不会跟这有关？阿江一定是找账册的时候暴露的。东方青木，会不会只收藏账册的地方？很有可能。安岳，查的如何了？启禀皇后，通过验尸，微臣怀疑，走私沁园的账册就在太尉府东边几间房，请允许臣带人搜查。皇后，娘娘，事关国家大义及多人生死，还是慎重为要。我想，夫君若真是清白，也希望可以当众澄清。
高公公在，你随他前去。在这香燃尽之前，他要是再拿不出证据，立斩不赦。潘越还没有回来，时辰就快要到了。青色，青色，青色，是这间房。时辰已到。月儿，查验各处，并无所得。通通给我拿下！谁都不得求情。方才为了厘清疑点，让太尉受委屈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忠者忠也，至公无私。只要能查明真相，臣受点委屈没有什么。潘越当众造谣，恶意诽谤，是杀是剐，任凭太尉发落。是。潘越，你罔顾皇恩，辜负郡主，犯下弥天大罪，还不知悔改。如今，我只能将你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了。你我都知道，该死的人是你。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现在胜负已分啊！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。你说的对，成王败寇，胜负已分。青木，娘娘，搜遍书房，并无所得。甲醛通敌，证据确凿。甲醛，你罔顾圣恩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潘越，你确实够聪明，但我就没有后手吗？
贾全，你敢谋反？有什么不敢？夫君，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。有这么多贵人给我陪葬，我不亏。贾太尉，你这一步何处啊？放我走，否则都得死。潘越，公子，多亏潘公子运筹帷幄，找到账册后，就着人去搬救兵。贾全，你通敌卖国，逼杀郡主，陷害忠良，桩桩件件，万死莫赎。来人，把他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对不起啊，骗了你这么久。是侄儿有错在先，你没做错什么，我并不会怪你。其实我今日来是想见上你一面，也想再见侄儿一面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哥哥，你怎么这样？哥哥，你就答应我嘛。侄儿，上官公子，或许我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侄儿活着的样子，对我来说便已心满意足了。阿江，你曾经说过，等扳倒贾全之后，就要一起回河阳，还是要大醉3天呢。老地方的桂花酿，敬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没事，姐姐。
但我想多陪他一会儿。你们先走吧。我刚来河阳时的情形吗？当然记得。当然亲临河阳，轰动一时。那治国营车的盛况怎么会忘呢？那时候的河阳，还是一个贤良沉默、残暴横行的罪恶之城。